我们今天这台车总共修了。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那今天要录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身后这个是什么？这是旧款的2016年的Tiguan。这台车呢是我们的旧客户，他自己开，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事故，然后再跟我们换一台新车。那到时候我们也会问他这整个过程的内容，跟到底这个撞击是严不严重了，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呢？就大家最喜欢看的车子的整理、翻新跟价格的分享。我必须要说，大家都会觉得福斯、奥迪的零件是很贵的，也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为什么呢？在这几年有那么多大陆制的零件可以替代的话，其实这台车的维修金额会令你非常的惊艳。我们来分享这个过程。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车况好了。这个车子第一点，它要换什么？这不用说嘛，引擎盖一定是不行的嘛。可是呢，我也必须要讲，这个车子的事故，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是有一定的速度的话呢，其实福斯的刚性是真的还算不错的。然后它就是引擎盖把所有的力道吃掉以后呢，对不对？那这可能是撞货车，为什么呢？这就是上面削掉了，对不对？但是下面还有留着。下面只有吃一点力道而已，大部分是这一侧的防撞梁去把这个力道吃掉的这边。所以呢，我们常常看我们的实车拆解，有些观众说啊，我们测这个多厚多怎么样没屁用。但这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前面的梁体越粗壮，它在当下接触面可以吸收的力道跟对后面的保护，这个破坏区域的减少都是很有帮助嘛。就这台车我们叫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还没有伤到主梁，主梁是这边，有没有？这一个前面这一节是可以卸下来的，我们叫做前防撞钢梁，后面才是车体结构的主梁，因为这可以拆卸，然后这个维修也是方便的，所以呢，我们会这么做。你可以看到这台车需要怎样，你知道吗？我们捷运汽车呢，现在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线上查询估价网站，只要呢在网站上输入 AUTOSTAR， 点选呢二手车线上估价，我们总共会有16个厂牌、160个车型，还有5000多笔资料，填上点资料呢，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精准的收购价格哦，给你一个安心透明的一个中古车收购服务。需要换一个保险杆，换一个前防撞梁，换一个水箱架。这种车子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水箱框架旁边的支架都是采用塑胶或者是比较薄的铁件，然后这个空滤破掉了嘛，对不对？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冷排已经被拔下来了。看这个车头很恐怖，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这次用副厂录制的零件来还原修理这台车，那个金额可能就会比较低。但重点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气囊没爆，有些车子它的气囊 sensor 是很敏感的。你稍微碰到一点点，它就2个气囊都爆给你开。那有爆气囊跟没爆气囊，其实价格是差异蛮大的。就是如果有爆气囊，原厂修一定要20-30万，但如果我们外面修的话，用这个换气囊，然后皮是换翻新的话，大概也要10来万跑不了，10万块左右了。原厂大概30，我们大概换10万。那少掉这个部分，你就少掉蛮多的东西，就只有前面的机械性零件。那机械性零件其实就不多了。下一步做什么？下一步我们把零件就叫来，跟大家讲这每个零件多少钱。你看嘛，就是零件一个价格嘛，钣金烤漆一个价格嘛，然后维修，比如说这个冷排的费用一个价格，加起来就可以让你知道精准的价格。那这种车子呢，如果是这个现况呢，你回到原厂，他可能就跟你讲报废了，他可能会跟你讲大概要修30-40万。我们这一集的内容的精髓跟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一样是省钱维修，分享给大家。这个在开始拆之前，因为它引擎盖已经变形了，那我们一定要拆掉它，你才会好做事。所以我会先拆这个。那它有变形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打开的时候不要打太开，因为它有可能会把前挡弄破。那我们在拆配件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它的可能管线啊、线路之类都先移除掉，要不然你一个东西那么重，你要拿着它，然后要来把这个东西拆掉会很麻烦。它这样引擎有没有走位？引擎的话，基本上你就是看它有没有撞到它嘛。那这边有一点点，那可能这个盖子稍微瞧一下，或是可能根本没有影响。不要说把那东西撞破，或是引擎整个掉下来，其实引擎的影响是不大的。
对啊，然后最大的就是，如果它今天这个水管撞到断掉了，那它还持续发动的，那它有可能会压 window。但是它的空气芯这个要换掉了，那水管也要换掉了，这个因为它断掉，然后还有这个副水箱筒，然后电瓶座，因为它这边没办法支撑它的空气滤芯。然后是前保内铁啊，那如果内铁你拆掉的时候它弹掉，你看它现在对不到原本的位置，就代表它有变形。那因为这边的大梁有稍微的受伤，那我们等一下维修完之后会弄到能发动，会开去请钣金厂的处理。在拆装的过程一定要很注意，就是它所有管路啊、线路不能有任何破损。如果真的有破，你可以现在修，可是你如果真的全部装上去要再修，就会很麻烦。下面护板拆掉，你可以看到它引擎跟变速箱底下是没有任何漏油或是撞到受伤之类的。那代表说它修好前面车头部分就好了，那引擎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很干呢，一点油都没有。这个是水箱，这个也不是什么台湾的副厂哦，这个是有牌子的，这是德国进口的。这个是涡轮的冷却器。这个也是进口的，然后这个是水箱架，这是空气滤芯，然后这是雨刷的水桶，然后这个东西它是冷排，就是它是负责用在冷气的散热用的。那这个就是它的干燥包，俗称的欧干或是北干，它这个就是黑的。那因为这个旧料其实很重要，因为原厂它其实不太会放那种小螺丝，你今天有少你就找不到，除非你去那个一般的五金行配那个一样可以锁，只是长得会很丑的螺丝。那基本上有什么配件，我们就是都会把它拆下来。然后，这个管子它那边断掉了，但它没有单独供应，所以我们也是只能把这个全部拆掉。那为什么要整个换掉？第一个，它那个框架断了，这个框架大概4、5千块，可是因为它的风扇也断了。这个上去它会啪啪啪啪，它会乱甩，所以我们就直接整个换掉了。那这个一个连风扇、连框，因为它没有做副厂，它一个这样一组总成起来要快2万块。那像这种卡扣啊、小配件一定要移过来，不然你等一下全部上好要装不好装。那个钣金厂，它这边还是要拆掉，然后把它拉回来，它才有办法去锁到它应该要有的位置。所以我们就锁个大概就好了。这一颗要2万多块，这是副厂的，副厂的就要2万多块。新的没有附这种电脑？没有，所以你看撞到多麻烦。
看水会不会少？这个啊，这是冷气的高低压表，然后你只要在30到50之间，其实你越低到大概30、35是最冷的，然后高压的话大概在200到250之内都是正常的。啊，如果太高的话，就代表说你可能冷排啊塞住之类的。对，那你如果说低压这边你只要超过50，就代表你的压缩机功率比较差。所以你等一下开回去会很凉。好，合上去，那个上面我有放2颗螺丝。好。那等一下如果你里面开回去引擎盖打不开，大灯不装，你就这样拉一下它就开了。这个正常，因为它已经这样了，它正常要这样，它扣这个啊，然后这边要90度，这个废了。我们现在引擎的维修部分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有换它的水箱、冷排、风扇，然后进气冷却器，然后其实现在是可以发动状态。那我们现在会去钣金厂做这个大梁的修复，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大梁头有变形，那我会请他把它拉出来。那拉出来完之后呢，我们会再做外部的烤漆啊，然后钣金，那这样就可以完成了。师傅，我们要从哪里下手？左边的剑尾啊，剑尾先做啊。从左边的剑尾先开始。对啊，先把它处理好。那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先把它拉平，拉板平，差那么多，拉出来以后再来弄平了。轻轻的啊，没有很大力啊，轻上这轻上。这样其实算轻微是不是？对啊，对啊。那师傅呢？进口车跟国产车的钣金真的有差吗？有差，一定有差。进口车比较硬啊，光敲就敲得出来，对不对？对啊。有没有哪一个品牌是师傅觉得最硬的、最不好钣的？目前我做过最难钣就是福特 ST 进口的 Focus 吗 ？Focus ST 那个是什么？硼钢之类的。对啊，硼钢材质超难处理的，超难用的硼钢，那个基本上都要用换的，直接换，或直接切掉，是不是？对，切掉或换掉，你不能这样直接这样钣，因为它的韧性很大。那像我们看下面那个弯弯的那一只，那这一只用换的会不会比较好？那个还好啦，那个还好，那个没有说很严重。这么弯曲都钣得回来，可以啊，好厉害！这也是靠经验，对不对？对啊，这比较简单了，就是刚好在前段了，然后拉也拉不大，比较不好弄。你如果挤到后面来，我们拉比较好拉，就不用动到火。那挤到后面就是用机器拉，对不对？对，油压我们在拉的时候就不用，基本上都不用动到火了。那你前面因为它的受力不好受力啊，要不好出力啊。不好处理，所以我们比较不好，就那么软，一点点的最难弄就是这种。那什么时候会用到火？就是比较拉不出来的时候都会用到火，比较太硬了，角度太死了，就挤成一团的时候就比较不好弄，就可能要动到火，就要给它加热一下，比较好塑形。对啊。这一块有可能也要换掉，因为我们这个外观就不会再做一些喷涂之类的，就直接把它切掉会比较好，是不是？没有啊，因为它这个
差比较多了，干脆把它切掉比较平了。这里凹一个大洞，这样比较不好板，干脆把它补一块上去比较快。哦，把它接起来。对啊。真的是有练过呢。嗯，真的是有练过。有练过吗？我在旁边都会觉得好烫哦。会吗？对啊。差不多。哦，原来不是把它补上去，是把原本的切掉，再把新的再焊上去。对，这样才会漂亮，才会平整，对不对？对啊。待会还要再做螺丝洞，你这边还有一个洞，锁叶子板，你锁那个上巴，不是锁叶子板，还是锁上巴。所以连原本的锁点啊都要考虑进去。对。师傅，那这个是在做什么的？修兔啊，烧焊啊，点焊接工具。对对对。夹那个夹子的用意是什么？打铁，要正负极啊。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安全措施会怎么样？会烫到，会，你等下就会烫到。我们在烧也会烫到啊。像这个在公司做，它就整个键尾要换掉。原厂就直接换。对啊，方便又省时。没有省时啊。哦，没有省时吗？对，工资会比较多了，你会花比较多了。哦。反正是顾客花钱。对啊。客人花钱没差，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合那个螺丝洞啊，刚刚焊上去的这一块铁啊，要把螺丝洞找出来啊。自己制作这个螺丝洞。对，没错。假设这个螺丝洞跟您当初预期的不一样，那就再重新用，是不是？对啊，要重新来啊，这样做出来会比较漂亮，也比较牢固，因为这差太多。以后拆装也比较容易的。对啊，对啊，对啊。一劳永逸。对啊，你看像刚刚这我在焊也是啊，它螺丝母掉了，撞到掉下来，我们要重弄。所以刚刚是在定位，现在是真的来了吗？没有啊，现在把洞钻它原来一样大。这样就 OK。这样这个手要很稳。这样焊的用意是什么？就我们把照原本的做法，螺丝母就要粘在里面了。所以你下次拆的时候，你就不会拆不下来啊。不然你会拆不下来啊。我可以锁上去，但是你没有把它焊死的话，到时候你会拆不下来。就要全部再拆掉重来。对，要重来，你说要浪费很多时间。原来这个东西是锁在里面的。对，螺母在里面，是吧？这样就 OK 了嘛？真的，不是单否外观而已，这个机能性也要跟原厂的一样。一样啊，一样，做出来的东西都要一样。既美观又耐用又坚固。要跟原厂的一样。其实它原厂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它是用电脑裁切在里面，它那个定位点螺丝洞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洞，他们都弄好了，都设计好了，这都用机器在打洞啊。都给机器来。对啊，那我们都要给那个机器人在做，那其实我们外面做没办法这样。我们是纯手工。对。你看我这样一块可以弄那么久，这还算快。有时候你像我们在合大灯、合保险杆呢，一个大灯可以拆10几遍，一支保险杆可以拆10几次。一直合，一直合。对啊，你上去不对就按它下来，上去不对再调一下，微调一下，微调一下。以前我们还做这种弯角。
这个菱角菱线通通要出来，做出来要一模一样。嗯，用手工做。手工做。对，现在你要找手工师傅可能找不到了。只剩下你老的该退休的都退休，该走的都走了。对，现在没几个了。会做手工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在台湾不是没经验，是没有人接。没有人接。台湾的钣金其实技术很好。早期我们在做的做手工的，就是做那种烂掉的，有没有？嗯，本来是烂光光那一种。有生锈。锈掉，整个破掉。锈蚀掉。对。早期我们是做那一种。对，然后你像这一块啊，好，我们现在以这一块来讲，对这一块来讲，我们可以用手工打出来，自己打。对，平的就是一块铁皮，平的一块铁皮就用手工下去做，这是最简单的，没有什么角度啊。这算简单的吗？对啊，像这个叶子板，以前早期我们可以用一张铁皮平的，可以把这个叶子板做出来。这样要花多久？一个叶子板可能要花好几天了，3、4天的时间。这个是学校的功课吗？我们学校我们没有读书。哦，这不是学校，这个是师傅给你的功课。对啊。以前的老师傅教我们就这样做啊。我不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啦，我们是土瓦炼钢毕业的啦。这个应该算是基本功吗？以前这个是基本功，现在没有人，因为没有人学，它已经断层了。现在你可能拿一块铁皮胶说你做一个什么形给我，然后你做个这个形给我，他可能就一个头2个大，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以前不是啊，我们以前你就是要打板，像这个我们会先打一个板子出来，先打这个形，这个外框的形，打完以后，然后在铁皮上面再画，在平的铁皮上面画完再开始做这种角度小角度。以前的车款少也比较好去修复，对不对？所以以前早期就是因为车子少，你烂掉以后都是要用手工去做啊。不像现在啊，都有手工没有办法做，就找新料没有就找中古料。那以前的老车去哪里找中古料？你像我有时候会接到做这种大爆龟啊。哦，爆龟。你做爆龟啊？这个有的客人他说，他不够爆啊。所以他要做出来一点，大一点，那都要手工。那个是把它敲出来，还是把它锁起来？敲出来啊！前面是用敲的啦，因为前面叶子板可以拆下来，后面的话就不能敲。后面因为它是粘死的啊，它叶子板是固定的啊，没办法拆。那没办法拆，我们就会用手工另外做一块粘上去。也不会脏到哪了，其实也不会脏到哪。像我们这个每天都换呢，衣服我们这都每天都换的。要脚跑单边了，跑另外一边去了。我们现在把引擎盖合上去，对，然后来对哪里角度有？对，角度要现在先调好，一步一步来。那我们一个钣金师傅的栽培，从零到出师大概多久10年，要10年。看个人啦。你如果有天生丽质的话，可能就很快，可能3、5年你就出师了。出师是指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台车。对啊，这个技术你学不完啊，我学到现在还在学啊。哦，对不对？懂吗？你现在什么东西都在变，所有材质一直在变。它不光只有铁而已，现在还铝。你看那台那个都是铝的，你要怎么做？我们车还是要再精进啊。你不精进，你就要被淘汰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就这样，你不能说，这个地方锁不到，不要锁了；这个地方不用锁，这边也没锁，那跑一跑都吃掉，掉光光。对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匠人的一个精神。没有一个成功的师傅哦，你要对自己真的要对自己负责，做事情哦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哇，差那么多。这合上来就要看这个缝隙。对啊，差那么多，因为两边都是护场的啊。你看这边就没有了，这边就很漂亮。你看这边的角度有没有？这个才是正确的角度。我现在把它弄成两边都超平均一下。稍微有公差了。有，这一定会有。
还是已经算严重了，不是稍微的。稍微而已哦。之前还碰过那种被子弹打到的，子弹，哎呦，要穿好几层进去。那个好像是，应该讲说是那个是被警察打的啦，穿好几层的，你这样从那个门第一层，里面的门的内里第二层，然后打过门板第3层，然后到里面的侧边的固定的打2层进去，总共打了5层的，5层进了以后，子弹在里面就裂开，就爆掉了，那子弹就可能就碎掉。你也不用感觉太奇怪了，什么事你都会碰到。人生嘛。对啊。这才是正确的角度，有没有？这个缝有没有看到？很漂亮，有没有？有。你看那个副厂的做起来就怪怪的，差那么多，你看，再调一下了。有没有可能是这边凹进去？引擎盖。对啊。对啊，你看，直接敲引擎盖。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有没有？有出来了。有哈。有。这个就是经验。真的。所以师傅也不会说，他可能之后都已经要重新做烤漆了，就让他这样子补土就好。不行啊，因为你最起码你要敲到会顺啊，摸起来这样会很顺，这样没有这样你摸起来会好像有一种有凸起来凹下去，凸起来凹下去，很明显，那个不行，那个你土没有办法补，你一定要敲到手摸觉得平平顺顺的这样子。所以做这个，我们这个手都很敏感，敏感度都很高。眼睛也要很敏感，眼睛也要敏感，你要够敏锐。啊，你看现在两边都差不多了，只是它这个副厂还是会有差一点。那像这种素材还需要磨吗？要磨，这个换新的，这是新的，新的，这个不是素材，新的换掉的新品啊，也是要磨啊，有时候在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冒，像这样。哦，让它先给它磨平。对，要磨才会咬得住。好，是因为洞比较小才可以这样做吗？对啊，太大扶不起来。那如果太大的话，又用什么方式啊？用塑胶粘的啊。用粘的。对啊。会加一块塑胶板，然后把它粘住。对。那里面外面都要吗？连里面就好。师傅，怎样才可以确保它完整平整？应该讲的靠经验啦。哪里没有
弄不好，我们一看就知道。用看的哦，看了就知道。对啊，手都不用摸。也是要啊，靠经验啦，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一看啊摸一摸，差不多就知道这样子。喷漆有分品牌跟国产进口吗？有分啊，要19啊，19度有差。对，会。那光泽呢？对啊，那是大光泽啊。这光泽度也会有差。这不好，刚喷完亮亮的，过差不多1-2个月就污掉了，那个镜头比较差。哦，它要在这里的。这就是耐用度的差别了。好啊，这一台车因为旧客户卖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整集还蛮有意义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个维修的过程。那再来，除了分享维修过程，我们今天这台车总共修了17万3，单据我会放在影片的旁边。17万的成本加我买9万，总共是26万。26万，这台16年的，它是特仕版的。福斯在车子最尾批的版本，它都会加配备，这有加 LED 头灯，有加18寸铝圈，有加 iKey， 就是配备会比以前同年代12、13、14、15的提供的配备好一些，丰富一些。如果是这个特仕版的话，16年我们的正常收购是40万，这样子的事故的减分，水箱架、引擎盖、叶子板的更换扣5万，大概是35万。35万跟26万，其实就有足足9万块的价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车行哦，真的是有这样的车行，它是专门去做事故车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内容翻新的过程给你看的话，在你眼前看的这台车跟一般车的差距，一般人是看不出来。那也就是说，这样子标准的车子40万，这样子的维修状态，我们跑到市场上面少卖5万块来讲的话，会变成是，大家就会为了这5万块的价差来买这台车，就会变得不难卖哦。这种车甚至比没有撞过车子来的好卖。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古车市场水那么深，大家担心那么多，我没有透明的给你看，你其实不知道这2项的差距。那没有把这一个价差衡量在里面，以后再卖，你就会损失这5万块这一点。再来就是旧客户9万块直接卖给我们，对他而言也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福斯的车系以前的零件非常的贵，可是呢，自从大概是5到7年前吧，大陆零件，因为他们大陆对岸有很多的量产嘛，对不对？途观对岸有很多的零件，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的零件很多，副厂件很多，维修金额其实不算高。你看嘛，我们之前那一集马自达修得非常高的金额，以致导致赔了10-20万。到了国产车阿提斯就有一定的价差出来，就不会赔钱。如果你是宾士啊，其实越是冷门的，比如说 Volvo、Subaru， 甚至现在不是有出那个 OPPO 吗？对不对？越冷门的欧系车，因为没有替代的零件，修起来就会贵非常多。它那时候如果回原厂修，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品项，大概要修40万到50万之间。他花了40-50万，最后卖35万，是不是就有一大的损失？一个是我还可以拿到9万块当做下一台车的头款，一个是我花了40-50万修以后，开个一阵子回去卖还要赔个10-20万。所以有时候你的车子如果没有保险，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故，你可以去试试看，直接卖掉换一台新车，会比你把这台车子修好了以后再硬撑一段时间来得好一些。那这整集维修的过程跟内容详细的分享给你。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是很用心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谢谢大家。我可以请教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初发生事故？是在什么时候？
在2月初的时候，那就是刚好工作完回去，是在快速道路上面，是啊，刚好有接到就是紧急的客户来电，一时间就是分析，然后因为当时其实车距跟车辆已经有一点车了啦，哦，那个应该算起来是没有保持好那个安全距离，所以是在2月初，等于是过完年，大概在哪一个地区？高铁站附近，台中高铁站。台中高铁站附近。因为我是跟在货车后面，其实我前面的视线看不到，那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分析。好，可以的。那等我一下哈，我写一下资料。对，老板，当时的时速大概是多少？然后你可不可以大概叙述一下前面的车子？那前面车子它有没有什么大约的情况之类的？就大概那个时候其实有点车辆，所以大概维持的时速。我印象中超60-70左右，因为不会超过80。那我跟在一台3.5吨的货车后面，那它是有那种升降背，那所以那个视线其实我也是就是也看也没有很清楚啦。那等到我发现紧急刹车的时候，是整个车头进到它的后斗的底下，那也还好，就是人也都没有事，就是平安就好了，对，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对，车子就是我们代步，然后可以保护我们自己这样。捷源汽车呢，现在在2023年耗资1000万打造汽车主题的游乐餐厅哦。现在呢，我们老板开放给所有观众开心畅玩，只要平日呢在餐厅消费350块，就可以开心免费畅玩所有的游乐设施。像我后方呢，就可以看到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卡丁车场。这边呢，我们有8台连线的赛车竞速模拟器，还有呢室内亲子游乐区，可以看到有球池，还有溜滑梯。那现在呢，带大家来我们餐厅喽。我们餐厅呢还提供了超级好吃的日式料理，还有串烧哦。我们还提供了 KTV 可以做使用，还有呢付费的停车场，让您呢可以欢度快乐的亲子时光。